坐在这儿陪着我吧，好吗？在这儿吧。哎呀，丁丁，你也有时候也挺乖的，是吧？你就非得趴到我腿上来，是吗？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由我跟丁丁一块来给大家做。我手上是一份自由炮房车柴油版的一个配置表，有很多网友朋友们给我留言最多的都想让我来讲一讲呢关于我这台房车的优缺性。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我要说一说揽众自由炮这台房车的售后服务对于这台房车的售后服务方面呢，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最近发布了一期关于我使用这台房车半年之后呢出现的所有的问题。这期视频一经发布之后呢，厂家的事后呢就第一时间联系到我呢也看看最近找个时间吧一块去厂家呢一块去把我所有的这些问题呢去处理出来。包括这几个月的这个使用过程之中我随时出现的问题呢，售后呢也都非常积极的配合着我去解决。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我总体感觉还是比较省心的。你在这边对，在这。那么我这台房车车长是5990，车宽呢是2190，那么车高呢是3030。说到房车不得不提的是，就是房车的水和电都是多大了。那么我在买房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关心这两方面的问题。先说说水箱吧。首先这辆房车呢，我的水箱的大小呢是150升，也就是300斤的水。我这台房车是带一个洗衣机的嘛，我分解来跟大家讲一讲。其实用水最大的两个项目呢，第一个是洗澡，第二个呢就是洗衣机了。一般呢我在最多用水的情况下，比如说所有的项目都在用你像一天之中我又洗澡又用洗衣机，然后再做一天的饭呢，因为咱做饭你需要洗菜做饭，然后刷碗都需要用水的嘛。这么一趟下来呢，基本上我的水箱呢就到0%了。这是所有的项目一块加起来使用的话一天基本上就能用完。所以说呢，在所有的项目都加起来一块使用的情况下呢，我基本上是一天加一次水。但是如果说平常呢，我只是做饭和洗碗用水的话，那基本上3-4天的话问题是不大的。当然了，有时候呢还要给丁丁洗澡，但是给这家伙洗澡一般是半个月一次就可以。洗太多了的话，对它的毛发也不是太好。基本上来说呢，它可以说忽略不计了。当然你说像洗衣服这也不是说咱们天天都要用洗衣机你像在夏天的时候，短裤短袖基本上用手洗一洗也用不了多少水。但是这个也是跟季节有关系。夏天的话我洗澡还是挺频繁的，但是你像我一个男士来讲的话，晚上呢基本上就是打开柴暖呢冲身子，其实用水量的话也不是很大。洗衣机呢我也是基本上用快洗比较多一些这样也是比较省水的。关于水箱的大小它是跟那个整辆车的一个载重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你的水箱越大呢，那你的车呢相比之下肯定是要沉一些。而且水箱其实加水还是非常方便的，基本上每个服务区加油站包括你走国道加水方面呢其实都不难。所以说我觉得呢，你只要勤快点，水箱的大小并不是很关键。除非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比较注重于旅居这方面，上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加水非常不便利的地方，长时间的旅居在此，住个5-6天，这种特别特殊的情况是除外的。你也可以去分析一下你去这种地方呢，它的概率大不大，多不多。如果非常多的话，还有一种解决办法，就是你可以多买些那种水袋水桶，在去之前呢，把你的水袋和水桶呢都装满，放到你的卫生间里。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可以解决。如果你很多时间都是长期居住在无人区的话，你可以去考虑加大一下水箱。接下来呢，我来跟大家说说我这款房车的电的情况。我的电池呢是560安时的锂电池，满电的情况下呢是7.1度电。我在刚开始想买房车的时候，包括我买了房车的时候，我想大多数新手朋友们跟我呢都是有相同的顾虑，就是这块电池是不是太小了，我是不是要加大电池。直到后来我去了成都揽众售后点，听那边的负责人介绍以后我呢才明白了一个道理，其实电池不在大，够用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行车充电和太阳能板能源源不断的每天把你的电量给补满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的电池永远在不缺电的情况下，你没有用电焦虑的情况下，你是完全没必要去增加一块电池的。因为你增加一块电池它需要占你的一些储物的空间，还会增加你这台车的一个重量我的太阳能板呢，原厂的是300瓦的太阳能，然后后来呢又加装了400多瓦的一个太阳能板，就是在我车顶全部铺满的情况呢，现在应该是720瓦左右。太阳能板呢，一天在太阳非常好的情况下呢，
能给我充2度电。那么在阴天下雨的时候呀，基本上也能充1度左右。包括改了行车充电以后呢，开车的时候呢，我这辆车的这个行车充电呢，也比以前充的要更加多一些了。在成都加装完太阳能板，改了行车充电之后呢，然后接下来我进西藏呀，包括回到山东啊，包括在家停了这3个月，总共有5个月的时间了吧。5个月左右了，我1次电都没有充过。比如说目前的情况下，我在24小时监控全开，冰箱全开，双开门的这个冰箱是英特尔车载冰箱，包括电脑正常的电脑办公用热水壶烧水微波炉是美的的电吹风抽油烟机油烟机是这个牌子的。不太认识各种数码产品用电从此之后就没有任何用电焦虑了。这连续5个多月了没充电，现在是6.4度电，满电状态呢是7.1度电。当然每个人的用电情况可能不太一样。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你可以在买房车之前先从太阳能板和行车充电上，也就是说先从给这辆房车来充电的这个角度来考虑，先别考虑电池，把整个顶部铺满太阳能板，也去改一改行车充电什么的。然后呢，你先去跑一段时间。当你在正常用电的情况下呢，当你还是存在这个用电焦虑，这个电呢还是不够你用的情况下呢，你再去考虑加电池加一个发电机把这一块呢往后排一排。当然咱们房车用电量最大的一个电器呢，其实是我们的空调。顶置空调呢是多美达。如果您不是候鸟式的开房车，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呢往北方走，冬天的时候呢往南方走，一直让室外温度保持在10度20度左右的情况下呢，你像我今年夏天在成都住了将近16天，成都那个温度的话，白天还是在30多度的，有时候是你的车内温度能达到40度。像这种情况的话，我天天都得开空调。还好我当时驻车地的地方呢，它是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开空调的。如果你也在夏天的时候在南方地区要住的时间比较长，你像我之前说的这些方式这个电你肯定是不够用的，你可以去考虑加电池这一块。你像我这辆车原先在300瓦太阳能的情况下，基本上开个3-4个小时空调吧，你这台房车可能就没电了。但是我加了太阳能板之后基本上开这个空调呢能开10个小时左右，我就不得不去给这台房车充电了。或者是说呢，你赶紧开走因为开车的情况下行车充电还能给咱们的电池充电了。而且你开起车来的时候，你打开前面的行车空调这个是不浪费咱们那个房车部分的电池的电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地方，除非你住1天的情况下，你可以肆无忌惮的用这个空调。但是你如果要在那里接着住，你就必须要去充电。而且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说风扇在车内能达到35度左右或者35度以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车内的风扇其实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还是得靠空调。所以说关于房车用电如果您是夏天呢在炎热的地区要长期使用房车的话，那么您可能需要更大的电池或者是更大的太阳能板来维持你房车空调的使用了。房车无非是2个字儿，一个是房，一个是车。它比普通的车呢多了一个属性，就是房子的属性。你要这样分开来分析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因为我们买房车还是要看自己的个人需求。你需求房子住的空间感舒适性要更大一些的话，那在相同价位里边来讲的话，它车的方面肯定是有所减弱的。那如果你想呢，在驾驶感包括通过性车的质量方面追求的要更多一些的话，那在同比价位里边呢，那房子的属性肯定也是要低一些的。那我认为我选择自由炮这台房车呢，首先来说呢，它是一辆皮卡房车，它的房子的属性和车的属性比较均衡，比较平均一些。那皮卡房车呢，相比于其他的房车呢，它的驾驶感上呢更像于私家车，通过性呢相比较来说呢也比较好一些。可以看看它的前脸就知道了，因为它的前脸的长度就注定了它后面的房子呢空间性是有限的。它不如像依维柯C 型的后边房车部分房子的部分呢空间感会更大一些。你像平头类的房车空间感可能会更大一些。但是你像依维柯 C 型的包括平头的，它们虽然带来了房子部分的空间感，你可能会在房子住的部分呢体验感更加好一些，但是在通过性上在驾驶感上就没有皮卡类房车这么好了。所以说我认为选择一台适合自己的房车是非常重要的。那皮卡房车呢可能是房子和车呢比较均衡的一款。你像我这台车包括它的四驱的功能涡轮增压的功能它是具备一定的越野能力和脱困能力的。那在通过性的优势上呢，它就会显现出来。你像有一期我上一个野湖去，那个野湖呢，它那个地面呢是高低非常不平的，你需要斜着走，而且要斜着过一个桥。那个桥呢高度应该是刚好在
3米左右吧，我这辆车是刚刚好能通过。你像在这样的泥泞路段，又是高低不平的路段，还要去钻一个桥洞，那这台车的越野性能呢，包括它的脱困能力和通过性的优势呢，就能显现出来了。那我说的其他的那2块车型呢，可能有些地方呢你是去不了，但是不得不说它的房子的部分，空间感的部分，你住的肯定是比这台车要舒服多了。而且房子的部分大呢，还有什么好处呢？你会有更多的一个储物空间，你出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住更多的人。所以说从以上这几点来分析的话，你首先看看你买这辆房车呢，你大概是几人出行。如果说您平常人数比较多的话，我还是建议您考虑呢更大一些的，你像依维柯的这种 C 型或者是平头类的房车。但是如果说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人出行的话，而且你又比较想去一些比较野的地方，你就可以去考虑呢房子和车呢比较综合的一款。你像是这种皮卡类的房车，皮卡类的房车啊，它这个房子空间感小呢，还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车头啊，因为它车头呢它是长出去一块的，那就注定了房子的长度呢肯定是要短一些。再一个就是它的高度啊，大家可以看到哈，我的身高呢是1.82米，那我在完全直立的情况下呢，我的头部呢是顶到纱窗的这个部分的。所以说在选择皮卡房车呀，它的高度也是你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仅限于我完全的直立，那你像我平常在正常行走的时候，我不可能是这样直立的这样行走啊，这样就很怪嘛。所以说平常咱们走的时候呀就这样轻轻松松的来回这样走一走呢，也不是说特别明显的你要弯下腰或者怎么样，就是咱们平常的走。我这个1.82米的身高呢还是完全可以的上面没有什么遮挡我的东西，或者是磕到我头的地方。我的高度呢，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这个呢，就是我说的第二个原因了。皮卡类的房车呢，它的室内的高度呢会相对的低一些。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原因呢？那正是因为这款车的底盘比较高。底盘高呢，你换来的是通过性、空间感的缩小，你能通过的路段，你能去到的地方呢，就会更多一些。所以说呢，还是房和车的部分呢，一头增一头减的情况。那么在房车的通过性上来讲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选择B 型房车。在通过性上来讲 ，B 型房车可能在宽度和高度上比皮卡类的 C 型房车呢要更加具有优势一些，但是在四驱方面和一些越野路段呢，可能不如皮卡房车。再一个就是驾驶的体验感了，因为我之前是试驾过像依维柯的 B 型房车包括大通的 V90的B 型房车。那在驾驶感上呢，我自己的感觉还是皮卡的房车驾驶感上要更加好一些，因为皮卡的房车呢，在驾驶感上呢，更像是私家车的感觉。那有些人呢，也更喜欢去开那种平头或者是依维柯的那种 C 型房车，所以说在驾驶感上还真是因人而异的。大家在选购房车的时候还是要多方面去考虑。多去线下呢去试车。我们在线下试车的时候主要是试它这个车的这个驾驶感嘛。还有 B 型房车底盘可能会比皮卡类的底盘呢要略低一些，所以说适合自己是最好的。那在房车房子的部分大家也可以先去通过租赁的这种形式呢去感受一下，然后来感受一下呢这台房车呢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使用。那么最后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购买房车呢，大家尽量去选择大厂，选择一个售后服务有保障的房车厂是非常关键的。房车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一些小问题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在很多时候呢，最考验的就是售后服务好的售后服务呢，可以让我们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得到及时的一些解决嘛。还有一些就是房车部分大的一些电器包括车辆的部分出现一些大故障的时候，有质保换新是非常重要的。你像房车里边的一些电器，像冰箱微波炉甚至是空调抽油烟机马桶包括房车的遮阳棚都是房车厂呢跟其他不同品牌合作的。这些品牌呢也尽量去选择一些售后服务比较好的大品牌。你像我的冰箱出现问题，就整个给它换新了嘛。包括咱们车的部分车的部分如果说出现故障的话，那么小故障还好，如果出现一个大故障的话，那真的是非常危险的。还是选择一个售后服务比较完善的大品牌比较好。OK， 那么本期内容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